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开工第一天，我们节目马上会来进行今天的最新话题。首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新年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开工的第一天，赶快来看到国际上面今天来众所瞩目，大家在关心的消息就是川习会，现在看起来即将要进行，但是胜负已分了吗？川普这个时候痛失了他的关税大刀，习近平是否会重新透过掌握大豆稀土的王牌来制胜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就是因为最高法院已经判川普的关税是违法的。那接下来川普还有什么筹码呢？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上能和习近平来做谈判。第二件事情，是不是习近平接下来会借由大豆跟稀土来掌握？他会如何来做掌握这两张王牌呢？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川普的关税战从去年实施到今年哦。结果，目前为止，在美国的部分，贸易逆差却创下了新高 ，GDP 成长放缓，到底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呢？今天会一起来做解答。好，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痛失他的关税大刀，因为呢，最高法院就在我们放年假期间已经宣布了，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中国加征的20%关税，最高法院是来自于美国的，他说呢是违法的。那么也在这个时刻。非常的敏感，因为川普他即将要起身去北京来跟习近平来进行这一场川习会，现在看起来对他相当的不利。来自于彭博社特别做了报道说，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针对川普的关税，这个一度呢，它是提升对中国的部分达到145%的高关税，要威胁习近平，但是现在被最高法院打脸，等于说川普更难施压习近平了。复旦大学的主任是这样说的：这一项裁决让中国大陆处于更强势的谈判地位，而大豆将会成为中国大陆手中非常重要的王牌。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接下来的习川会即将登场，川普还剩下什么样的筹码？而习近平手上握有的不管是稀土、大豆这两张王牌会怎么来做使用？贸易战打到这里，我可以说中国赢了吗？委员怎么解读？中国不止赢了，而且是赢麻了。当然也不只是中国赢麻了，加拿大、墨西哥都赢麻了。因为全世界只有这3个国家被用所谓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课征芬太尼关税，每一个都20%，现在无效了。那无效，你说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就是从中国进口货品的美国进口商，每一个人都会跑去跟川普要钱打官司，所以川普会不胜其烦。那去打官司的时候，当然需要中国出口商提供很多资料，比如说成本啦、报价啦、通关啦、费用啦，还提到美国法院去说，你看证明这税是我交的，这个中国到出口商没有负担任何关税费用，这一部分习近平可以帮助这些进口商很多啦。那这个时候，川普只好拜托。中国可不可以手软一点？不要帮那么多，到时候他赔不完啦。光这样子的，中国就居于谈判地位了，更不用讲说什么稀土啦、大豆啦，还有很多的管制物品啦。当然了，这个美国也讲说，哎呀，我的什么 AI 晶片 H20不卖给你，现在也卖了。为什么？因为他说只要黄仁勋愿意缴20% 的关税那就可以卖给中国。然后问题是20%的关税也不台积电出的，台积电也没有关系啊。所以我只能说，习近平赢了麻了，可是这个比较之下，川普是输惨了输惨了。他现在需要能够谈什么再来，他们可能会谈到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似乎是这个习近平主动提出来谈的，这代表什么含义？代表过去都是美国主动来跟中国谈，不要威胁台湾不要制造事端都是美国就是在下牌的但是现在变中国在先排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就是说倒过来把台湾当作谈判筹码，这个你要不要支持中国统一要不要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你不支持的话，我接下来有些什么动作？那你要让什么步？现在是中国已经到了可以倒过来拿台湾作为筹码来逼美国退让。不一定是在台湾政策上退让，可能也会在很多地方来退让。现在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说，台湾这个筹码不一定是美国筹码，倒过来可能是中国筹码。你要我不打台湾可以，你给我开条件来。这对习近平是大好的条件啊。因为现在美国不敢讲说，你打台湾我就跟你打，以前没有人敢这样讲了，只有那个傻不愣登的那高市早苗想要尬一脚，现在也退回去了，所以台湾已经变成中国的筹码，不再是美国的筹码。当然，现在在过渡阶段，你可以看到说，好像美国筹码，好像中国筹码，其实不是。你只要仔细观察，已经变成从美国的筹码开始变成中国的筹码啦。所以这一点呢，对川普来讲，他会进退两难。那其他的这个大豆，那当然了，因为是今年要选举，所以大豆才重要。对，今年不选举，大豆就不重要。大豆是1年产一次嘛。那这个让习近平更有谈判的地位了。但是相信的就是他们谈的不止这些经济问题也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很多国际战略的问题。这个比如说美国要不要支持日本加入这个所谓的安理会5常中国说我绝对反对你美国拿什么来换？是很多筹码可以谈的啦。那这个俄乌战争，你要我帮你什么忙？你自己讲嘛。然后这个伊朗问题，你要我帮什么忙？大家可以谈嘛。我不管事就是帮你忙嘛。所以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嘛。现在整个中白，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裁决。那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为了中国好、加拿大好、墨西哥好，是为了他自己的老百姓。第一个，你这个很明显的，美国的宪法规定，这个关税的权利是在美国国会。那美国国会有没有授权你？他说这个权利法案并没有授权给你啊。那你现在受害的又是美国的这企业界，美国企业界连个玩具厂商都跑出来告你啦，因为他们是受害者。现在发现原来出口厂商不是受害者，美国进口厂商才是受害者。那美国消费者是受害者，所以美国最高法院那个锤子一敲下去，心里面是很坦然的嘛。输的是你川普，因为证实一件事情，川普刚开始都说，这个是贸易逆差，是这个被外国剥削，赚你钱是真的，但剥削是假的。你自己心甘情愿买，你不够买也不能跟别人买啊。还有更重要，他讲说，让我们美国制造很多的失业，你讲什么谎话？美国失业率现在只有4%，中国失业率还5%多还有欧洲的失业率都比美国高啊！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所以整个川普因为这一个裁决，整个他的错误政策暴露在美国人面前，所以他今年选举会大败，而且可能会惨败，所以他现在是防止大败变惨败的过程。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场判决，现在看起来对川普来说，整体看起来是相当不利。那针对于中美之间的谈判，接下来的习川会有什么样后续的影响？等一下我们请杨老师来继续带我们看。那等于说，目前中国大陆手中除了掌握大豆稀土跟台湾问题的这个主导权之外，我们也来看到现在中美之间在彼此的进口市场的份额到底表现如何？商务部来自于美国的商务部最新的统计说呢，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市占率已经正式的跌破10%，创下2000年以来最低。等于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在是在加速脱钩，但是呢，要注意到另外一个数字又比较不一样了，也就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个金额3080亿美元，虽然是下降了，但是其实占比还是蛮高的。那上海的复旦大学学者他认为说，最高法院的裁决接下来会推升中国大陆对美的出口，但是重点来了，接下来中国厂商也对川普很没有信任感，所以恐怕影响中企对于美国的投资。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的川习会？我们看2024年的时候，中美的贸易总额是6881亿美元。到了去年2025年，现在确认数字不到6000亿，所以呢，你就从10几%降到只剩9点多%，就占美国的整个市占率，它的确是降低了。这个当然跟关税有关，那当然也跟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这些都有关系。可是它显现的几个数字，我们更深层、比较深刻的去看第一个，就最重要的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市场替代其实尤其是劳力密集的东西，过去中国所做的，事实上是大概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进口来源对美国市场。
现在呢，因为过去的中国+1再加上这个关税战，所以它分散到别的国家去了，分散到别的国家去。那可是呢，这个我们刚刚也看到，从中国进口的3080亿美元，还是占整个美国就个别国家进口是最高的。所以有一些中国的商品，它已经就是说整个结构提升，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在做劳力密集的了。有一些电池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啊，其实都从中国进口。因此呢，它的量还是在提高，还是占第一。可是它总量是在减少，因为有一些劳力密集到别的国家。那到别的国家对美国什么影响？现在美国不只是对中国课税，对全世界课税，所以你到别的国家去，从别的国家进口，并没有因此便宜。而且事实上，你从别的国家进口，它整个供应链一定跟中国连接在一起。你从越南进口，你从印度进口，他们所这个生产的是不是中国的厂商、台湾的厂商，甚至它的原料或者它里面的重要的技术，是不是跟中国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跟亚洲的这整个供应链结合在一起？所以到后来呢，这个供应链变贵了，你的税还增加了成本。因此呢，你不从中国进口 ，OK， 你从别的国家进口，事实上美国等于是负担更多。对，这个从一个国家的经济跟贸易角度而言，其实这个就是政治介入到贸易的环节，使得人民的负担更大。那它当然就会产生生活上、民生上，甚至通膨上的压力。那我必须要提到，另外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当然它也就扩散到非美市场，你看到欧洲、东南亚，然后呢拉丁美洲，现在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那这一阵子呢，德国。中国大陆又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呢，美国虽然失去第一大贸易伙伴，总量降少，但是呢，它的产品的这个结构在提升，然后呢，美国就跟别的国家去买，其实最后还是跟中国供应链结合在一起，更贵的东西进口到美国，也就是说让大家都赚一手。的这种说法，那中国大陆呢，也因为这样子而去开拓的就是非美贸易，这当然也跟川普的贸易战，它不只是对中国课关税，它对全球课关税，那大家也开始愿意去跟中国更进一步加强贸易关系，所以整个川普根本就真的是川建国，现在是真的是帮助中国大陆贸易的拓展，然后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倒是真的。我们看到24年到25年。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整体来看，川普的关税战打到现在，减少了对中国商品的购买的依赖哦，但是跟其他国家购买其他国家商品，反而造成美国自己的进口商品的这个费用变高了，消费者自己去买单。川普原来他关税战的利益就是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跟经济，但是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有几个数据真的是打脸川普。首先，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决这一项决议的前一天，美国公布它的去年2025全年贸易逆差1.24兆美元，创历史新高。第4季度 GDP 只有1.4%，远低于市场的2.8%，而且通膨仍然在持续。吕舰长怎么看？有关于通膨的问题啊，川普只有一个解方，就是骂联准会的主席鲍尔，那这是他的一个解方。但是我们从关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川普从来他的对于对等关税从来就不是只是针对关税本身而已，他其实在这个有关于地缘政治上面，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也就是它其实最重要是要拆解中国大陆的这一个供应链。那这是一个部分啊，但是呢，他原来是想这样做，但是事与愿违，朝着相反的方向，反而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提出对等关税，然后中国不退不贵，然后反而让中国大陆成为这一些南方国家的真正扬手，然后需要团结的对象。另外，我们讲到的就是卡尼在达斯沃那个论坛里面讲到的，中等强国必须要团结一起，因为大家都被川普欺负得很惨。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如果说从这个关税来看是如此，但是如果说从美国国内的经济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有关于实际 GDP 的一个变化的状况。其实我们应该看的是从第一季开始，因为第一季其实是跟川普就任开始。可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现在
就是才刚刚过去的第4季，其实是最糟糕的这个部分，因为关税所产生的所有的副作用，通通在这里产生。那而且呢，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有关于私人国内的一个投资的总额，其实在不断的萎缩，但是个人消费的支出，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深紫色的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个时间是感恩节所造成的这个黑色星期五的这个大采购啊，那但是呢，它还有一部分，也就是圣诞节的预期心理。那但是推到这个时候，其实只剩圣诞节了。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些部分呢，也就是川普是怎么讲的？川普说，其实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个有关于紫色这个部分，也就是货物及服务进出口的部分完全的萎缩。跟谁有关？跟国会有关啊！他直接甩锅国会，因为国会关门嘛。那关门不是他认为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是国会对于牵制川普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啊，那其实川普要为这个第4季的这个 GDP 的大幅的缩减负最大的责任。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输不起哦，因为这个关税违法，恐怕呢接下来美国政府要退回去的是5.5兆换算新台币，让川普是气炸了，所以他就怒抛了122条款，要再针对全球课征15%的关税。接下来美国的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60%美国人对于川普的关税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其实呢，这个关税违宪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传出来，是在20号的时候，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他所宣布的。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是违宪的，那主要就是他之前依照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恐怕要退回去的金额超过了175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5.5兆元的一个税款哦。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负担恐怕是相当大。那其实呢，先前在这个最高法院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违宪之前，就有许多的进口商针对川普的政策表示非常的不满，其中一家进口商是在伊利诺州主攻教育玩具市场的公司，叫做学习资源。它这一间公司呢，90%都是在做中国代工的，在去年缴纳的关税实在是太惊人了，1000万美元的关税哦。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扳倒川普关税巨兽的一个关键推手。除了美国自己这一间玩具公司的这个成为推手之外，各国品牌也针对川普的关税提告，并且要求退关税，包括了哪一些知名厂商呢？像是日本的丰田子公司、美国好事多，还有这个轮胎大厂，还有美国铝业、日本川崎重工等等，这么多的公司对川普提告，所以最高法院这个判决一下来之后，川普也没有再让的，继续针对国际多国再继续的课征高关税。就在最高法院宣布的同一天，川普又在宣布对全球商品加征10%关税，紧接着隔一天哦，还是没有停下来，再祭出了1974年当时的贸易法第122条，授权直接对全球商品课征15%的高关税，重点还是立刻生效。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川普恐怕得退5.5兆美元关税，到底接下来谁吃亏？是企业、川普还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委员怎么看？从去年年初，我在这个节目或者其他场合，我一再讲，川普的关税叫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现在不但预测成真，更重要，我今天可以再宣告一次，川普的关税 game is over。那有很多人在这2天啊，在讲说，哦，川普这个不行，还有别的工具，还有122啦，什么232啦，什么338啦。我跟各位讲，那种言论都是 bullshit， 都外行人讲的话。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哈。今天这些人会出钱去打官司，美国打官司是很贵的哦，打到最高法院，因为它只2级，高等法院跟联邦行政法院跟最高法2级就结束了。然后
要花很多钱去打这个官司。今天赢了，就开始第二件事情来了，进口商要跟他要钱。我刚才讲过了，中国提供材料给他，或者各国提供进口商材料来告他，你要退我多少关税？第二个，现在是进入政治斗争了。什么政治斗争？那个刚才讲那个玩具厂商是伊利诺州的，伊利诺州的州长啊，叫做叫普利兹克啊，普利兹克啊，普利兹克是谁？就是君悦集团的老板，凯悦饭店集团的老板啊，他在美国很有名，就是我自己竞选，我不用募款的啊。然后他是做得很好的一个州长，而且是民主党现在3大下一届总统候选人。那他现在丢出一个东西，提高声望，他一定咬着不放了。他说：“我伊利诺州的所有的消费者，总共为了你的关税付了多少钱？现在你要退我们伊利诺州每一个人1700块美金。哦，你看你给不给？哎，你给也没有选票，你不给也更没有选票。然后共和党每个人都挤得如热锅蚂蚁，所有民主党的州都会效法，你看着好了。只是他比较聪明，找了很多会计师先算好了，拿证据给你看，一个人1500块，你给不给？”哎，一家4口这多少钱啊？是，对啊，所以哦，川普这个已经掉入泥潭了。再来，他用所谓122条关税哈，也会被告，因为这个关税第一个只能150天，啊，你要国会延长，国会不肯跟你延长，谁敢？因为今年年底要选举，谁敢啊？啊，那接下来哈，他这个为什么？他因为这个条文有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国际收支逆差。问题是美国有贸易逆差，没有国际收支逆差，很多人搞不清楚里面区别。法律上写的国际收支逆差，他温系耶，有告他一定输。第二个，要美元严重贬值，很抱歉哦，美元现在还升值啊，从昨天还升值。好，还有美国的经济严重不稳定，我讲过啊，美国通货膨胀跟其他国比啊，你在讲什么话？3%通货膨胀，你在叫什么？再来，你说美国的那个什么失业率，你比中国还低，你在叫什么？比欧洲还低吧？你在叫什么？所以找不到一样总体经济数据说美国经济有困难。美国真的有困难，是社会问题有困难，政治有困难，经济反而没有什么太大了不起的困难，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构成课征122条的先决条件。有去告川普又会输，那你要不要退钱？所以共和党深陷泥淖。我跟你讲，不止今年会输，川普这样搞下去的话，2028共和党一定大败。这个本来民主党是没有力气的，没想到川普这样一搞，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选民经过这一次的关税事件，的确已经证明说，原来负担税金的不是外国出口商，对，不是川普所讲的，都是美国人自己负担的。所以今天美国要出现一个很严重的生活困难，我刚才不是经济问题哦，生活困难是社会问题。因为美国的经济成长还有到达2%到3%，而主要的动力是多少？是70% 的消费者支出。消费者支出里面就有7标准，70% GDP 是消费，然后消费的70% 是什么？是服务支出，不是商品支出，什么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这个川普总统打一场高尔夫球可以让1000个人买汉堡。这价钱差很多，所以它服务支出非常的庞大，而且更重要，这个所谓的消费支出里面，不管服务支出、商品支出，10%所得人消费的整个一半，而且集中在服务支出，所以剩下的那一半的人就挤在这里面，你看怎么办？90% 人挤在那个50% 的消费里面，所以当然很多人社会问题就出来了。所以美国整体经济是好的，但是美国社会严重、消费严重不均，那是谁搞的？就是你搞的啊！那你说这些人啊，再怎么始终共和党的，都会投票反对你嘛？所以我觉得你在克什么不公平贸易没了啊，还克那个什么国家安全税没了，不可能的啦，已经结束了啦。所以我说 game is over。好，所以现在川普在祭出各种招数，恐怕都没效了。那这样看起来的话，5.5兆元是退订了吗？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接下来对于川普的影响？我是赞成蔡委员所讲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是川普还会在胡同里面继续的缠斗，因为他是总统，他有3年，他根本不在乎后面的这个选举的输赢了。所以他还会继续缠斗。那有没有法律工具？其实他说他有啊。那有没有政策工具？那就更多了。那个政策工具甚至是一种威胁、胁迫的外交的这种政策工具。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敢跳出来说
我要跟你重谈。有两个地方了哈，一个是欧盟，一个是印度，稍微要把这个案子放缓。欧盟说现在这个跟美国谈的这个协议哈，建议先不要处理。那印度呢，现在也在放缓，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在观望。我觉得大概只有2方面哈，能够真正去在这个死胡同里面跟他缠斗的时候，让他真的能够去看到他是没有什么未来的，他的关税政策。一个是美国内部的反弹，另外一个是中国的做法。我们看到过去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反制已经使得美国的川普的关税政策面临到就是基本上一枪毙命的那种稀土大豆，就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必须要休战。可是现在美国内部的反弹就是很清楚，一个是通膨造成民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大家一直过程当中低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人很多人念律师的，那个 law school 是很多人念，所以他对法律，尤其是最高法院最后的这个判决，尤其这个判决有2个人还是川普自己在第2任时候提名的大法官，他的判决就代表的是正义的最后防线，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个观点里面，所以现在在国会里面，在民意里面，在媒体里面，基本上关税政策已经就像是个落水狗，也就是说他已经走了死胡同，大家都在打他。可是呢，他就用各种缠斗的方式。刚才讲到了1974年的122条款，蔡委员讲国际收支没有说什么不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刚好打平。为什么？它是贸易逆差，可是它投资全世界对它的投资的金额刚好打平。你不要忘记还有个服务业，事实上的服务业还赚得蛮多的。美国的 Apple 算是服务业的，鸿海算是那个辉达算是服务业它不是像我们的台积电是制造业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开始在要求退税，退税一定是搞了好几年，一定很拖。还是有它一些政策上的工具，它可能有301但这个大概都不可能像是全球对等关税一样，它可能针对个别国家、个别的产业232，还是可以跟我们继续玩下去。然后呢，就要看现在他4月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说你那个单边的关税，你现在最高法院已经否决了，你还可以对我这样子磕吗？那如果你还继续对我这样磕，那我就会有反制。是，我的反制就可能再一次的大豆，再一次的稀土，川普就会退。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就真的在死胡同里面，真的是玩个寂寞了。好，所以川普把自己闹入了这个死胡同里面。那对于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请舰长来看，期中选举的选情跟美国明年的经济，还有今年一整年的经济表现又会有什么样的冲击？现在其实美国的最新民调是有60%的民众是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的，只有30%几的人稍微理解川普的关税政策。那日本的这个贸易机构也预估了，是说川普的关税政策伤害最大的其实是他自己美国本身的经济，2027预估 GDP 恐怕掉2.7%。共和党人其实现在也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认为说已经要进入到期中选举的一个时刻了，川普还搞这一套。那还好，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反而是让共和党人可以因此松了一口气吗？接下来有关于经济跟共和党选情，舰长怎么看？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经济还是共和党选情的部分我们就要这样讲期中选举上面没有川普，上面只有共和党。那对于选民来讲，我不高兴，我对于川普不满意，可是没有川普对，没有川普的情况之下，那共和党是谁，我就来报复谁，投民主党。这个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种投票的逻辑那如果从我们来看这个《华盛顿邮报》最近2月12号他所做出来的这一个民调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总统的支持率其实降到39%。那其实这个也跟他就任以来也已经是第2次39%，已经是很低的部分那然后对他的支持率60%，但是这60%我们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有47%是强烈反对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讨厌他的人，对于他的施政有意见的人这么多，那他到底施政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对他不赞同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从下面来看也就是对于通膨、对于这个关税以及对于国际关系，这也就是现在美国人出国，其实到各国去，不要说太远的地方，
就算是到加拿大，加拿大人都很唾弃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人其实感同身受，他们是知道的很清楚说，其实这都是川普惹的祸啊。那如果说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啊，就是有关于行政命令的部分。我们看到川普一直在签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是什么？也就是法律规范之外的，他要用行政命令来规范。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真正赞同他，我们讲到，也就是美国大多数人真正赞同他的人呢，其实只有33%。其实我们看到这65%都是反对他这样使用这一个，我们讲到说这种工具的啊，那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川普当初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上一节有特别讲到，有关于他对于地缘政治，第二个有关于供应链的部分。其实川普最意外的，也就是他其实想要再工业化，再工业化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但是这件事情它是有非常长的递延效果的。这个递延效果还没有产生，就已经要选举了。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看啊，这个今年11月的这个其中选举啊，川普应该是大败无疑啊。好，谢谢县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中东情势哦。现在是不是美国说的开战倒数正式的进入10天内？川普也下了最后的通牒，包括了祭出在中东附近的双航母。那么另一头呢，我们要看到中俄现在联手锁住海峡，荷姆兹海峡。今天会一起来关心在中东的整体情势。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绷，因为川普下的最后通牒对伊朗，一方面是好好的谈，另一方面军事上面也有祭出新的动作。川普在政治上面对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说10到15天，我给你一个期限。如果呢核谈判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不排除动武了。那确实现在看到了，包括福特号跟林肯号都已经正式的进入在地中海跟阿拉伯海域，等于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形成了一个南北的夹击态势。其他强化部署的部分，我们也来看到美国祭出的各种270架各种的战机进入随时可以发动一个远距离精准打击的预备状态，并且呢也出动了美国的电战机，它的各式的预警机，并且在 F-16上也是第一次挂载代号是愤怒小猫的先进电子战的吊舱。我们来看到五角大厦也跟川普提出了很多他接下来可以使用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了有限的精准打击、分阶段的升级，还有一个是斩首行动，这是最高的一个行动，斩首行动。那现在美伊到底有多紧张？我们看到包括了南韩跟波兰政府已经公开呼吁自己的公民赶快离开伊朗。那学者也做分析了，美国跟伊朗现在其实是在高风险的一个状态，一旦双方有任何的误判，就会升级为区域性的一个冲突。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川普的极限施压，双航母都压境了，能逼伊朗退让吗？那如果真的动武，可能会采取哪一些军事行动？委员怎么看？现在能够救川普声望的只剩下伊朗。他必须在伊朗里面建功立业，才有办法救他自己的声望。那要建功立业，必须得到什么？得到以色列的绝对安全。以色列绝对安全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要求伊朗废核；第二个，要求伊朗限武，就是限制弹道导弹啊；第三个，叫铲除革命卫队；第四个，铲除神棍政权。那这4个步骤都完成的话，以色列的安全是绝对保障的。而且可以使得伊朗不成为中东的霸权。至于所谓区域冲突，不会啦，打来打去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没有别人会参加啦，别人也不会受损啦。那大家在要求说公民撤离什么，就是看法跟我一样会打仗啊。那川普一定开的条件哦，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你如果退一步，我就继续加码；退一步就你可以看到关税政策就有这种迹象了，所以会压到了伊朗没有办法答应的程度。那怎么开打啊？虽然有人讲说是什么有限精准打，什么斩首行动，其实一样的东西。他第一个他只会用大轰炸，那现在只是看他的本事。
他能不能像贝尔格勒大轰炸连续炸了70几天？他如果能够连续炸个100天，伊朗一定垮了嘛。因为他炸的不是老百姓，他炸了政府机关、革命卫队，而且伊朗是毫无反击的能力。那有人在讲说什么中国、俄罗斯啊，跟那个伊朗啊，在那什么阿拉伯海啊，在这演习，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中国、俄罗斯也不敢插手，也没有能力插手，因为这一场是空军之战，中国跟俄罗斯在那边毫无空军可言嘛。那对这个伊朗，他现在要面对的刚好就是这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候。他这个经济搞垮了，社会声望也搞垮了，政治的这个所谓威望全部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美国推翻这个政权最好的时机。那有人说，哎呀，大部队没有上去就没办法推翻，这个跟阿富汗不一样啊。阿富汗是说你要重建一个政权，你要保护新政权才需要这么做，他根本要成立政权啊，他就把老的政权炸得稀里哗啦的，让他到处跑，瘫痪掉就可以了。因为他现有的国防军就有机会，国防军很想政变，没机会政变，你创造他们让国防军政变的机会，没什么不好啊。所以不是伊朗本身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对美国去轰炸伊朗。甚至有的还暗中窃喜，你最好把这些哈梅尼都炸死了啊！只是情报灵不灵而已啊。所以这神棍政权、这革命卫队声望已经掉到谷底了。现在就看川普如果把这些铲除的话，那以色列的安全程度当然提高，战争以色列会受点损失可以，但以色列经得起没有问题了哈。所以虽然这些配备啊等等，重点还是我刚才讲的，贝尔格勒大轰炸了70几天。你能不能轰炸100天？有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很多很多的弹药啊，很多很多的武器啊。那如果行的话，伊朗一定垮，伊朗这个神棍政权一定垮。那如果你轰炸不了100天，那就变成要不要来个第2次啊？这个就有一个桥的空间。但是除非伊朗愿意怎么样，奉上不平等条约，我会合，我现武，然后那我约束我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控制范围。他现在伊朗是用革命卫队来控制这个国防军，就像纳粹用党卫军在控制德国国防军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东西，这个锁链只要被解除，国防军一定会跳上政坛来政变取得政权，这是伊朗的传统。好，所以我们看现在川普喊的最后的开战倒数时间，做给伊朗的警告。那一方面也是针对伊朗的宣示哦，就看川普接下来的决心。那在伊朗的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中俄的角色加进来，是有来自于 X 账号特别做的披露，说伊朗跟俄罗斯已经互相达成了一个5亿欧元的军火协议。那《华尔街日报》也说，中俄伊3国计划近期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举行联合军演。特别注意到的是，在乌代德基地这边，美军数百名的美军已经开始做撤离了。外界在说，主要就是因为担心伊朗接下来会有这个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饱和攻击。针对这些议题，尤其在中俄此刻的动作，吕舰长怎么看？我们在过年前我们就讲到啊，对于伊朗来讲，它就是以拖待变。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就是等航空母舰。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航空母舰的动态的话，那我们讲到2月9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福特号它有其他的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布希号好像已经出发了。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更近一点的，也就是2月17号的话，实际上来讲，第一个先准备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其实现在已经穿越了，也就是福特号。那但是布希号呢？那我们等着看今天晚上那个美国它这一个海军的一个新那个学院它所公布的这个内容啊。但为什么他们会派出这个航空母舰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它需要舰载机。舰载机的数量其实比它部署到现在我们看到约旦或者以色列的数量还要多，而且灵活。那我们讲到说，这有关于10天到15天的这个期限呢，其实都是假的。那上一次，川普也有给这一个伊朗时间呢，但是第2天就攻击了，所以这一个完全是看什么时候进入这一个福特号的攻击圈内，它只要一进入，然后那个它相关的情资，然后有关于那个相关的
交战准则一旦完成，马上就会发动。那其实我们讲到，对于伊朗来讲啊，伊朗其实它一定不会无核化的。如果无核化的话，其实现在那个就像刚刚郑源老师讲的这一个神棍政权啊，他的这个首领哈米尼一样活不下去。不相信的话，去看一下利比亚当初是怎么样。那至于说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航空母舰的部分，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运输机从美国本土出发，或者是从欧洲出发，都是不断的加强以色列以及约旦的一个部署。这个也就是刚刚那个蔡正元老师特别讲到的啊，你准备了多少弹药？我们看到那个它的运输机是非常频繁的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说刚刚最后有提到一个愤怒小猫，愤怒小猫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装备，它其实它是一个征收的夹舱，它为什么旁边有2个白色的一个装备？那个也是 sensor， 那个 sensor 是建构一个什么？它可以接收米波雷达。因为其实现在可以完全接收米波雷达讯号的，也就只有愤怒小猫而已。那所以现在那个五角大大说，这个 F-16已经准备带着这个愤怒小猫前进到这个战场了。也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启动了，或者是俄罗斯启动了它的米波雷达，也就是它的电磁参数，一次都让美国掌握。因为美国当初对于这个米波雷达只有从乌克兰获得，但是到底如何运用，或者现在进步的程度，美国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讲到说，每一次的战争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部分，但是对于大国来讲，那个正是他们的这一些装备角力的最佳时刻。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外部针对伊朗做了极限施压，但是内部我们也要来看到是不是它也影响到，希望能够影响到内部的政权来做一个政权的更换呢？因为最新消息是美国的特使他说了，接受川普的一个指示，会会晤伊朗的前王储。那刚好伊朗现在比较敏感的是，他的大学正在爆发反政府的示威，所以现在看起来一边是会晤王储，一边内部有示威，是否现在美国透过外部势力要推波助澜，帮助伊朗来推翻他现在的政权？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他当然在内外都在用一些非军事的方式，经济制裁已经是几十年了，然后呢，外交上的压力，那同时内部的这种可能的鼓励或者是渗透，我觉得大概都有，但大概都不会是太关键，因为在现在大学的示威大概只有几百人。那个王储呢，他在海外很支持，可是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他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这个支持的力道。那因此，美国现在的确在思考，就是所谓的后哈梅尼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从美国的媒体看起来，我看各方面的报道，他们认为这个礼拜会先小打。也就是说会先这种教训式的，然后呢，飞弹攻击式的去打一波，打一波之后呢，川普已经在问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伊朗不投降？他明知道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他大概知道伊朗等待你这个小打，看能不能撑得过去，然后是不是美伊之间会进行协议？那这个协议当然美国的要价就很高，伊朗是不是能够去负担？不是只有核协议就会满足的。美国基本上是要削弱哈梅尼政权的控制，然后呢，逐步的去瓦解，因为他知道这整个伊朗最后的关键，核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整个神权政权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可是你要去完全的去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去产生就是政权更替那个代价可能很高。你光不知道你武器的库存够不够，你产生的这个区域冲突会如何等等之类。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认为说，先来小打，产生协议，让伊朗整个神权政府这个削弱，然后呢再做更替。可是这个话能不能够真的那么美好的去推动可能是不是川普最后还是需要一种蛮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伊朗政府才会真正的退让？而伊朗政府，美国到底要伊朗政府只是退让，还是说要伊朗政府立即的败亡他可能也在面临到不断的评估。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今天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川普的毒枭斩首大胜利，我们要来看到是墨西哥，等一下会来介绍这位号称金发男倒下，导致现在墨西哥自己的内部呢暴乱四起，美国打毒品的战争现在全面升级。好，赶快来看到，虽然川普的关税战踢到铁板，但是呢，是否在打击毒品战场上面传出的好消息，墨西哥的头号毒枭呢被这个军政府给袭击身亡。他是谁呢？他是欧塞奎拉，墨西哥的头号毒枭男，外号金发男，遭到墨西哥军方斩首行动，重伤不治，最后是身亡。那墨西哥的国防部也不讳言坦诚说，这当中有美国特别来提供辅助性的情资，所以这个斩首才可以胜利。美国国防部也持续的补充，他说确实啊，因为呢，在他们去年的时候有组成一个打击毒枭的一个派遣的特遣部队，成为这一次成功的最大幕后推手。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看到这一位大毒枭倒下之后，现在墨西哥的暴乱四起哦，犯罪组织就是跟这一位有关的这些犯罪组织，现在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报复行动，而且遍及到了墨西哥里面8个州都在发生暴乱。现在呢，美国跟加拿大其实也蛮紧张的，他们呼吁公民赶快进行避难，直到暴动状况完全的解除，因为现在整体的暴动都还在大规模的进行当中。这一位大毒枭被拿下是川普打击毒品的大胜利吗？但是这样做就能解决美国现在内部毒品问题吗？委员怎么看？川普在委内瑞拉跟这一次的墨西哥的行动都是成功的，对于他未来的恢复声望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说要靠把这个大毒枭金发男一下子处理掉的话，就能够解决毒品问题，那也太乐观了，因为在墨西哥，在哥伦比亚，他们的毒枭集团已经等于是一个游击队政权那么大了，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大毒枭，全世界已经只有一个方法有效，就是杜特地战略方案。杜特地是怎么干呢？反正授权警察、军队，只要在任何场合看到有人贩毒，立刻开枪击毙。对，只有这个办法。菲律宾为什么这个整个毒品问题大幅下降？就是这个办法。据说他总共杀了几万个那个毒枭。大毒枭、小毒枭，那小毒枭被杀光了以后啊，你大毒枭也不敢卖，都躲起来了，跑路了哦。那现在墨西哥也只有这个方法能够解决。那现在说很多毒枭、毒枭黑帮都滚在一起嘛，他们因为这个大毒枭被杀了以后呢，其他的这个小毒枭、中毒枭跑起来，在各个城市里面造反啊，什么烧公共设施啊，攻击这个东西。你又不是没军队啊，对不对？你军队开出来，通通把它干掉就好了嘛。就是你对这种毒枭集团绝对不能把它当人，要把它当牲畜来处理，你国家才会太平嘛。像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很惨烈的，因为大毒枭是英国军队啊，你要打不过他就吃瘪了。是，所以对毒枭集团是要不能用人性的考虑来处理。那美国自己内部啊。他川普又没有这个法律授权，可以叫警察直接对毒枭开枪。他对非法移民开枪是错的，老百姓不能接受。可是你对毒枭开枪，是你美国很多的警察不敢做的事这是现在问题了。那你这个 OK 了，我看过他的那个纪录片，超有趣的。这个人毒枭还能够当警察，警察又变成大毒枭，对，这个。墨西哥这个政府体制是真的有问题啊，那还好了，现在这个墨西哥总统过去跟毒枭没什么特别的来往，然后也愿意配合美国，所以看能不能从这个开始，至少是个好的开始，对川普也有声望，然后一步一步川普如果不要把什么 ICE 拿去搞那个什么非法移民，杀死人你在美国杀死毒枭，你搞不好声望更高。对，好，这个打
打倒这个金发男毒枭，对于川普的声望有所帮助。那对于墨西哥当地的毒品犯罪减少又有多少呢？等一下请吕舰长带我们看。刚委员特别提到这个金发男的背景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因为其实他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一个残暴大毒枭。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墨西哥山区一个贫困的村庄里面，那年少时候帮助家里面务农，成年之后他到美国去发展，结果在这边涉毒被捕服刑，出狱后就被美国赶回到墨西哥。结果呢，他竟然后面如委员说了，成为警察。加入警察之后，他后来离开警界，又加入了贩毒组织，最后他自立门户。在此刻开始，他开始贩卖人口、强迫劳动，并且向美国贩售芬太尼，成为川普的头号目标。那时候，美国政府曾经悬赏1500万美元，就是只要掌握到他的行踪。那他做事情也非常的心狠手辣。2015年，军方追捕他失败之后，他就指挥他的手下杀害了24名的警察，公然挑衅墨西哥政府。现在他倒下了，对于墨西哥整体在毒品安全上面有没有所提升？舰长怎么看？其实如果我们来看美国所发布的这个2026的国家防卫战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讲到其实他要打击任何藏匿的毒品恐怖分子，他其实把毒品跟恐怖分子是划为等号的那但是我们这样讲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在墨西哥各个城市所发生的大规模暴乱除了刚刚讲到说有关于报复这个政府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夺权也就是老大已经被干掉了，那谁是老大呢？那大家来耍狠，那最狠的就是老大嘛。那但是真正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美国的毒品问题吗？这个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这个也就是价格是由供应跟需求双方决定的。现在没有供应了，但是需求还是维持，价格也就会上涨。那价格上涨的时候，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如果这个美国边境到底的毒品，他们都是经由墨西哥的，这个是陆路的部分其实还有海路的部分，这个也就是当初川普集成各个的这种快艇，甚至还有半潜船，那个潜艇其实它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帆罩，但是一样被美国的 Coast Guard 一样逮捕。那其实我们就讲到说，美国如果真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打墨西哥，或者是不是去打这一些海上的毒贩，真正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如何让这一个对于毒品的需求减少，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好，所以那接下来川普打击了这个重要的毒枭之后，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在持续的关注下一个国家，他会不会要打的就是其他的南美洲国家呢？尤其是哥伦比亚。我们也稍微回顾他最近川普的动作，也就是打击毒枭的动作。先是墨西哥，然后精准的给他们情报，打击了这个金发男。那先前还有委内瑞拉，川普出动了包括了航母 F-35战机，然后击传了他们的运毒船，135人因此丧生。现在大家在看说是不是就是哥伦比亚成为下一个川普要整治的对象，尤其他先前曾经呛过哥伦比亚的总统裴佐，说他掌控了古柯碱工厂是大毒枭，那裴佐回呛他是诽谤，结果呢双方隔空互呛了好几个月。戏剧性的反转是在2月初的时候，裴佐访问白宫，两人后来变成盟友，还一起打击哥伦比亚的毒枭。接下来的下一个目标，毒品战争会是在哥伦比亚吗？那这个会成为接下来川普的一个重要外交利器吗？杨老师有怎么看？我如果是川普的国安顾问当然希望不要太早被他给 fire 掉。我会建议他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在关税战上面受到了挫折，在国内的司法判决上、民意支持上，在未来的国会的竞争上，你就必须要在对外的政策上采取强硬的作为。所以你对伊朗要强硬，你对这个毒品战争要更强硬。因为毒品战争怎么做，就一定会有吸引效果。所以一方面可以转移焦点，另外一方面展现出你在对外事务上你这种硬汉的角色。
那同时呢，再回到这个关税战上面去表现出，其实我是在支持，在对美国经济有帮助的作为。毒品战争当然你会发现到，它会对中南美洲的外交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中南美洲的国家都要不然是生产毒品，要不然就是入境国，所以呢，这个国家在就是很强硬的毒品战争情况之下呢，尤其在这一次墨西哥它取得了这个成效，我觉得大家都会稍微更加的谨慎的面对美国的压力。那第二个呢，它会对反移民的作为一定会加强，因为它一定可以把反移民的作为当中跟这个毒品的就是运送的途径去做牵连，跟毒枭团体去做这个结合，他一定会这么做。然后呢，来去冲淡，就是说反移民过程当中一些执行上面产生的一些人道的这些质疑啊，因为民主党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扩大，所以呢，你要把反毒战争跟反移民啊要去做一个结合，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MAGA 的支持者就会回来支持你，因为大家对这个关税的东西，或者是对经济股市的东西，一般的支持者并不是感受这么直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如果接下来持续把毒品战争、反移民战争跟外交这3个层面，甚至对伊朗跟的强硬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他可能在年底之前能够扳回一城的机会。